印度无论是在军事科技领域，还是在经济文化方面，都喜欢拿中国相比，结果都反被嘲讽。不过有一部分印度人还是很理性的，他们愿意去了解中国的发展。在这些印度人眼里，了解中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。而近日，在国外知名问答网站 Quora 上发布了一个疑问：印度人在中国生活是什么感觉？关于这一问题，最直接的就是去问那些在中国留学工作的印度人，因为这些人同时在印度和中国两个地方都生活过，他们在两个地方的生活经历足以使人信服。在这一问题的回复中，有一位在中国生活了半年的印度网友表示，来华的印度人比想象的还要多。在中国生活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是公共交通，原本12小时的车程，现在坐动车、高铁只需要3个小时。不仅如此，公共交通的数量也非常庞大。还有一位印度网友也表示，几十年前中国和印度几乎处于同一起跑线，不过如今中国的发展，印度真的是自愧不如。如今的中国就是印度人理想中未来印度的样子。不单是因为物质上的成就促使印度人发自肺腑地赞美中国，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中国人懂得有客必应、有礼必回的道理。更何况孔子也说过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不过印度人此次一改以前的画风，大力夸赞中国取得的成就，未免让人受宠若惊。当然，也不是所有来华的印度人都能适应中国的生活方式。就比如有一位印度网友就提到，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，也非常注重健身和养生。不过中国人的方式上与我们有很大的区别。一般在清晨或者傍晚时分，你可能会被音响或者广播声音吵到。据我了解，这是一群人在广场、小区开阔的地方跳舞。只有这一点不是很理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一个外国人被问及在中国的生活影响到自己哪些地方的时候，他表示，中国有一项文化非常的吸引他。你会经常看到人们总是喜欢坐在一起吃吃喝喝，或是享受生活，或是谈论工作。中国人在餐桌上就可以建立起一张人际关系网，这是西方人理解不了的。实际上，来华的印度人仅仅只是众多外籍人士的冰山一角，绝大部分外国人都是非常热爱中国生活的。不过，对于那些因为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生活方式，而在公共场合做出不合礼节的事情的少数外国人，这里借国外一网友的话，这些人离开中国反而是件好事。